哎，姐姐要买什么胭脂啊？我也定不下主意呢。他家装匣呀，有4季、8花、12时，每一样都好看的不得了。妹妹呢？我家娘子啊，听闻这花容胭脂精美绝伦，特派我前来挑选一样。是啊，你看这4季多漂亮呀，甚是精美。这套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4季了。您看一眼，送礼呀是再好不过了。好当然精致呢。自己用也是可以的。平常小姐妹聚一聚，你拿4季来补妆容，那都是别提多体面尊贵了。是挺漂亮的，太精致了。对呀。不过要是自用的话，这套8花也很不错。看看，哇，礼盒都如此精美。这里面有8款颜色，都是用应时应季的花草取材的，在家里自用啊，都是再好不过的呢。邵夫人，为什么周夫人带着官家女眷来了一趟之后，咱们家生意就变得这么好？昔日楚灵王好细腰，而宫中多恶人。皇宫里的皇后、贵妃娘娘喜欢的妆容、爱穿的衣裙，很快就会在东都流行开来，继而全天下开始效仿。如今节度使丧妻未续，全幽州地位最高的夫人就是周夫人了。周夫人喜欢的东西，自然全幽州的女子都要追捧。生意做成这样，啊，你们还好意思来见赵三爷？还有，这个月的胭脂行的流水这么差，你们几个是不是做假账了？岂敢啊！就是借我们8个脑袋，我们也不敢欺瞒赵三爷呀。三爷，有家叫花荣的铺子刚开张，他把咱们生意抢走了。整个幽州的胭脂生意都在赵三爷手里捏着，怎么，区区一个小铺子就把你们的买卖给搅了吗？花荣胭脂铺，就是扬州来的顾家人新开的那个。是，三爷。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嗨，外府来的愣头青不知好歹，钱没几个，胆子倒不小，居然敢抢三爷您的生意。三爷，这样，我带几个人去把他们铺子给撬。别呀，人家既然会做生意，那是好事儿。有生意，大家一起做喽。啊？还是8花卖的最好。一听说8花下个月就要下架了，人人都抢着买，唯恐买不到。今日有位客人一口气抢6套。人心就是如此，若是随时都能买到，买他的心便不会破解；若是你告诉他马上就买不到了，他便想要即刻入手。还是咱们邵夫人会做生意。那日九思跟周公子说，咱们铺子的生意供不应求，不肯外卖，原是句吹牛的话。我细想着，倒也挺有意思，索性就这样做了。以后，咱们不光装品的名字、颜色、用料要换，就连这外头的匣子也要换，要让人家为了收集匣子，也要一季不落的买。按邵夫人说的，咱们家4季呢是给贵夫人们用的，所以定价是寻常人家1、2个月的月赏，如此方能照顾得到贵夫人们的体面。8花呢是外面一顿好馆子里的饭钱，所以大多数女子在掏钱的时候呢都会想一想，但就算掏了也不至于肉疼。不过咱们12时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啊？明明12时下的工用的料也不差呀。当初我还没嫁进顾家的时候，也喜欢给自己买胭脂，有些颜色明明自己有了，
看见差不多的，却还是想要。我记得少夫人那个时候日子过得不好，所以买一盒口纸都要攒1个月的钱呢。所以啊，女子买胭脂不是因为没得使，是要让自己开心。我在给12时定价的时候就在想，若是能让没钱的女孩子也能在咱们铺子里买到开心的东西，那就最好了。秦家恐怕不妥吧？叶儿虽生母微贱，性子也是倔了些，可到底也是将军的骨肉啊。你有所不知，这今日啊，不比往日。如今秦远的妹妹是并州节度使的爱妾，这要放在以前，我是绝对看不上这般碌碌无为之辈的。可如今呢，倒要借他的口，在并州节度使面前说上一句话，是为了与并州联兵结盟之事。是啊，要是叶儿能与秦家姑娘结成这桩婚事，那也许能给范兄助上一臂之力，这结盟之事呢，也能尽早谈成。如果真如此，也好给咱们幽州多上一份保障啊。只是委屈了叶儿啊，也挫了将军的脸面。我的脸面算什么？叶儿的委屈又算什么？只要真能给范兄分忧，能换回幽州百姓的平安，便当仁不让。可不可气？前些日子市面上忽然冒出一大批像这样盛下的胭脂，连外面的盒子带里面的瓶罐都跟咱们一模一样，这明摆着就是削咱们嘛。价钱呢？只有咱们那一半。我就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出。一盒破胭脂，居然敢卖1、2两银子！我呸！我当什么好东西呢？今天你要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跟你没完！来！哎，大家来看看啊，来看看我家女儿！我女儿就指这个脸吃饭呢，啊，现如今成这样了，要她以后怎么办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花荣的东家？是。来，给我看看啊！我家闺女用了你家花荣的东西，脸烂成这样。今儿呢，我也不多要，50两银子，给了这事儿就了了。你若是不给，你不让我做生意，你的生意也别想做下去了，别想做了。姑娘，你是用的我家哪款胭脂？可否给我瞧瞧？今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花荣的仿品，姑娘许是用了劣质仿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耍赖啊？空口无凭，想耍赖啊？空口无凭，总得有个物证。你物证是？那谁说我们没有凭证？啊，来，大家看看啊！大家都好好看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胭脂？大家睁开眼睛看看，是不是跟你花荣店里的一模一样的东西？你去取一件我们自己的胭脂来。是。你就拿来10盒，这个也是你家的胭脂，可不就是一样的？拿多少出来也是你家的东西。瞧瞧这小脸蛋。来了。诸位请看，可否看出些什么？这不就得手帕吗？我说，一个破布头能看出什么？你能编出什么花样来？你，诸位，我们花荣每一个胭脂匣里都有一块携经文编织金丝的锦帕。你口口声声说胭脂是我家的，那就看看锦帕上有没有我花荣独有的金丝纹样。打开看看呀！这还用看啊？一个破布头能看出什么呀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打开看我就清楚了。妈，
妈妈，我们这没有金丝。有啊，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没有。一个金丝，别听那个小娼妇胡说八道了，别听她胡说八道。大娘，事情既然已经分明，就莫要纠缠了，免得耽误这位姑娘治病。你不给银子，我怎么去治病？别听他胡说，别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在那胡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黑心的小娼妇，平日里从我们这儿没少赚银子，如今出事了就不认了，跟到我们那儿白吃白喝的嫖客有什么区别？一样的不要脸，就是不要脸，这骂的也太难听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听过这么些爱脏话？少夫人，他就是想讹钱，咱们直接给他吧，就当破财消灾了。知道了，你等着。老大，您夫人家的胭脂铺出事儿了。我就问问你们到底喝了他什么迷魂汤啊？都在这一个个的帮他说话，我这姑娘的脸那是活生生的你敢打人啊你啊！打的就是你这个血口喷人的贼婆娘！打得好，就是打他！你当街打人，你以为幽州没有王法治你了吗？闭嘴！幽州的王法第一个就该整治你！你敢跟我上公堂吗？谁烂了脸，谁跟我去验！哎呀，你个小娼妇！老骗子！老骗子！老骗子！骗我！老骗子！老骗子！老骗子！当我花荣好欺负是吧？老骗子！哎，给我打一起上！上！我看谁敢！行了，没事了。那人呢，是因为吃了河虾，所以脸上才长了疹子，其实就是故意要讹你。那老婆子被罚掌嘴20，还写了悔罪书，明日呢就贴在咱们的铺子上，算是给你道歉了，还花荣一个清白。吓着你了吧？啊？我也知道那样很难看，但我也没有办法。50两银子是小，若被他们砸了招牌，以后想翻身就难了。我知道啊。他们当街那样吵，若真让他们占了便宜，被人学了去，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上门来欺负我们。我知道啊。我们店里人手少，他们人多，他们那样当街吵起来，围观的路人只能听到他们的说辞。就算我事后报了官，也已经被他们泼了脏水。除非我当场跟他们翻脸，比他们还要泼辣，声音还要大，路人才能听到我的声音。我都知道。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为什么呀？我骂人了，我还骂得好难听，我还拿扫把打他们。我都瞧见了，特别有气势，特别可爱啊！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。我失了端庄体面，像个泼辣悍妇，给你们顾家丢人，让人看笑话了，我都知道。这有什么丢人的呀？哎，你想啊，当年你提着刀追我的时候，可比现在泼辣多了。我顾九思就喜欢这样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别哭了，回家。仿若梦境，生出相思存侣。啊，不走。情深不知从何而起。行。哎呀，不走，那我背你。你要是不上来，我就一直这么跪着。无处寻觅。快点儿！哎，扣紧了，1、2、3，走！情深不知从
其实呢，我一点也不关心你端不端庄、体不体面，我只关心你受没受欺负。有我在的时候，当然是我护着你；可我若是不在，我宁愿你泼辣一点，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。我来的这一路啊，就怕你吃亏。看见你这么厉害，我心里可高兴了。我们家娘子真棒。我呢，现在会让你做个可爱的小姑娘，等你老了，也会是个可爱的老婆婆。顾九思，你真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有多好？就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那种好。走喽，回家了。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还有脸回来见三爷？是，三爷，都怪老婆子办事不力。哦，这是当日您给的定钱，您说事成之后再回来领赏钱。现如今这事儿也没办成，这钱我这也不敢要了。不必了，事儿没办成，嘴还酸严。这点银子拿回去当药费吧。谢谢三爷。行，还不快滚！是。哎呀，三爷呀，没想到这么一家小小的铺子这么难缠呀！上一次我们仿制了一批胭脂，结果全砸在手里，这一回又白忙活一场。我还听说他们和周将军的儿子交情不浅。三爷，您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历呀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是南方的朋友告诉我的。扬州当地的第一巨商就姓顾，府里掌舵的少夫人姓刘。是他们？是又怎么样？啊？如今世道变了，扬州当地的第一巨商落不到咱们这儿，还不是丢尽了所有的家产，靠着一个小小的胭脂铺度日。哎呀，三爷，他们让您赔了这么多钱，不如咱们现在趁他们立足未稳。急什么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做事一定要稳，最忌招人眼目。眼下，先把咱们的大事办妥了再说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们。是，三爷。我都求了我爹好几次了，他就是不许我进起义厅跟你们一起杀一军师。周大哥，你就替我说说好话行不行？你年纪尚小，范伯伯是想让你历练几年。你年纪没比我大几岁啊？你能把爹和周伯伯交代的事情办好，我也能。你就别说我了，我有做错事情的时候。你是周伯伯的儿子，犯错又能怎么样？要我看啊，你唯一做错的就是没让顾大哥当上副都尉。顾大哥救过我，他来幽州后又捐了那么多银两，你怎么才替他讨个破衙役来当啊？月儿，顾大哥捐出家产这些事情，千万不要对外人讲。我知道，我爹都嘱咐过我好几遍了，韬光养晦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如今幽州实力今非昔比，以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可是你不提，我不提，顾家做了这么大好事儿，却一点想要的好处都没捞着，我是真替顾大哥不平啊！九次抗力是有大心胸的人，他们若是有什么私心的话，这钱也定然不会捐出啊。就是因为顾大哥有大心胸，所以才更该嘉奖呢。这件事上，你和我爹都没考虑周全。